否完成自己的第58场连胜。好的，左右的连接哦。很难想象年近40的方便还能有如此的威力。面对着比自己年轻10岁的对手，将其压制得无法喘息，击倒在地。熟悉中国搏击的朋友对死神方便一定不陌生了。方便创下了前所未有的数十场连胜纪录，搏击生涯至今都没有过败绩，堪称中国版的梅威瑟。但随着方便年龄的增长，就不断有着各国的年轻高手纷纷前来中国挑战，试图打破方便的不败神话。威廉是一位来自巴西的名将，也是众多挑战方便的拳手之一。方便作为中国搏击的知名人物，威廉很清楚，如果击败了他，自己势必会名声大振。威廉是一个技术与重击能力兼具的拳手，职业战绩为67战52胜，还曾击败过中国名将徐燕。因此威廉信心十足，认为中国搏击不过如此，不断的出言嘲讽方便，而这也是彻底激怒了中国死神。已经36岁的方便毅然决定上台，要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巴西狂人。我有100%的信心赢得这场比赛，尽管他有48连胜，但是他太老了，他受不了那些打击，我会在第2局 KO 他。打败你就像踢足球一样简单，我会打败你，就像韩国世界杯上巴西打败中国一样简单。中国的搏击不是中国的足球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。比赛一开始，方便就展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，用劈挂腿开路，先声夺人。这是方便的第58场比赛，在此前，方便已经取得了67场连胜，距上一次比赛已经是2年前了。但通过画面可以看出，方便的状态丝毫没有老化，和巅峰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可见呀，方便平时没少训练。哇，方便已经在退役有2年了，但是这2年当中，他并没有放弃拳台，放弃训练。他一直每天都是非常自律的，然后来到自己的俱乐部，跟这些俱乐部的所有的运动员们带他们训练，自己也保持了训练，所以这一份精神就足以我给他我全部的尊重。确实是这样。那方便呢，作为一位在首回合重返擂台的方便，犹如猛虎下山，不断攻击威廉，一个侧踹腿势大力沉，随后接腿摔反应也很快，下劈腿同样威胁十足。而威廉是一名泰拳手，虽然动作较慢，但是拳腿都非常重，有几次重拳同样击中了方便，把台下观战的一龙看得也是十分紧张。在比赛当中最后呢阶段对对手施以重击，好的，纳塔威廉，你看出招不多，但是每招都非常的狠毒。你可以看出这位年轻人有多么希望能够战胜死神方便。好，首回合比赛结束。来到第2回合，威廉开始反击，开场频出腿法逼退方便，但在方便的接腿摔面前，威廉的腿法基本上是不起作用。虽然接腿摔在搏击比赛中不得分，但从观众的欢呼声中可以听到，在气势上能压过对手一截。这场比赛纳塔威廉也是在等一个机会。其实纳塔威廉的重击也是颇具威胁，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他在比赛的节奏和整个连击上会稍稍。既然腿法没什么用，那威廉只能拼拳法了。但方便的拳法同样不弱呀，前手摆拳更是一绝。曾经方便就凭借这招击败过大名鼎鼎的西蒙马库斯，几个重拳吃下来，打得威廉频频搂爆。整体来讲的话，比赛现在进行到最后的第2回合最后的30秒，方便还是能够掌控整个场上的节奏感和主动。小心，要小心纳塔威廉的前腿3公步的一个正蹬和膝顶好，10秒钟，看到方便在比赛当中依然是保持了良好的竞技状态，很难想象他已经将近2年没有在擂台上去出现了。好的，那双方的第2局比赛结束。来到最后1回合，在经过2个回合的拼斗，体力有所消耗的情况下，方便反而加快进攻节奏，直接给了猝不及防的威廉一个读秒。好的，左右的连接重拳击倒了。哇，现在场上的读秒结束以后，方便继续展现出巅峰期的状态，连续2个下劈腿命中。但威廉毕竟年轻力壮，硬吃几个重击并无大碍，很快就把状态调整了回来。小低边，
方面真的是状态很棒啊！没有想到，真的没有想到他是将近2年没有打比赛的选手。所以这就证明我没有说谎，真的方面每一天都在特别刻苦的在训练，带着队员训练。是这样的。是的。不着急，现在接下来的话应该是稳住自己的节奏。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的话，我觉得方便拿下今天的比赛应该是问题不大的。方便的特点就是善于打迎击，头脑极其冷静，远非普通拳手可比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有着巨大年龄优势的威廉在方便面前依旧占不到什么便宜。李嫂，最后1分钟，好的，哎呦，好危险啊！刚才这记袭击是擦着方便的脸，我们哇哦，哈哈，现场已经嗨起来了，现场的声音现在已经盖过我们解说的声音了。没错。时间还剩半分钟了，两人开始近距离对攻，现场的加油声也是此起彼伏。对，蔡良婵，没错，对，这搏击拳这些大咖们都来现场助威，确实是这样。对，可以看得出方便在圈内的好人缘啊。是的。哦，又是前手板，最后15秒钟，方便的猛攻，看一下今天谁才是真正的死神。好的，可以看到方便的年纪确实是大了。比赛结束以后，趴在围绳上大口喘气。尽管如此，方便的实力依旧强悍。这位来自巴西的高手也是被当场打脸，并且方便在赛后还说道，他还没有退役，只要身体条件还允许，他就会一直打下去。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，点个赞再走呗。